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AI 专家从中国回到美国之后的一些感受啊，尤其是他对于中美两国在电力供应以及 AI 发展上面的一些看法。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我们讨论的第一部分是中美 AI 发展的电力差距。想先问一下，中美在电力供应能力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中国的电力供应啊，其实是非常吓人的，就是它每年的新增的电力的产能都超过了整个德国一年的用电量，而且它是几乎是英法的总和。就中国的这个电力的增速是美国的2倍。美国要7年才能赶上中国1年的增量。哇，这个差距真的是太夸张了。而且中国的这个电网的备用容量是非常高的，它可以达到80%到100%，就是它根本就不怕你这个数据中心来多少负荷。但是美国呢，它的这个电网的备用容量只有15%，而且它还要经常的面临一些，比如说极端天气或者是高峰的时候还要拉闸限电，而且它的这个审批一个新的电厂要拖好几年，然后地方的反对啊什么的，资本也不愿意进去。所以他们的这个电网的升级是非常非常慢的。那就是说，这个电价和这个能耗在中美两国搞这个 AI 这件事情上面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影响吗？就是中国的这个电价它是受政府管控的嘛，所以它一直都很稳定，而且它的这个绿色电力的补贴也很到位，所以企业用能的成本压力要小很多。美国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对，没错，美国的这个电价它不光是高，它还经常波动。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能耗又很大，所以它的这个运营的成本压力就非常的明显，那也会拖慢他们的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你觉得中美在这种 AI 发展的这种电力的背后，其实真正比拼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体制和规划，就是中国这种集中式的长期的规划，就可以把电这个事情提前都铺好，然后它就可以给这个 AI 发展扫清障碍。但是美国这种它是靠市场靠资本的，它就会很容易在这种大的基础设施上面出现这种短视和扯皮，那它就会直接拖慢它这个整个 AI 前进的步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未来这个电力很有可能会成为左右这个全球 AI 格局的一个胜负手。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就是中美电力的现状对比。我特别想知道，现在中美在电力的生产和消费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吓人的，就是中国去年的发电量已经快要到9万亿千瓦时了，然后装机容量也超过了26亿千瓦，这2个数字都是美国的2倍有余。而且中国的这个年用电量在2025年的7月份单月就突破了1万亿千瓦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超过了英国和德国1年的总和，也超过了整个东盟10国1年的用电量。而美国呢，它全年也就是4万亿度左右。我的天哪，这个对比太直观了。更厉害的是，中国的这个电力的备用预量是80%到100%，就是它的这个实际的供电能力是需求的2倍。所以它哪怕是在这个 AI 大规模上马，或者是说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它也不会慌。但是美国呢，它的这个电网的备用预量常年只有15%。就它稍微一遇到这个热浪啊什么的，就好多地方就要紧急预警，甚至拉闸限电。那你觉得中美在电网的基础设施和这个电力的调度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中国就是它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然后把这个电从西部的能源基地一直送到东部的这些大城市，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这个清洁能源的这个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是全球第一，就连这个农村的屋顶上面都铺满了光伏板。就是它的这个覆盖率超过了90%，听起来中国就是电到处都能去到。对，没错。然后美国呢，它的这个电网就很老旧，很多设备都是几十年前的，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划，经常会因为这个审批啊，或者是说地方的一些反对啊，就拖个好几年。它这个数据中心要扩容都很难，它的这个电价也很贵，它的这个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就跟中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在电力的备用预量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中国就是它会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长远的规划，然后它这个电网的升级啊，它的这个备用的容量啊，它是跟随着你的这个经济和你的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前就准备好了。所以它遇到这个 AI 算力爆发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应对自如。美国呢是怎么一个情况？美国呢，它就是完全靠市场，然后靠这个私人资本去推动。那这些资本呢，它都是想赚快钱的，它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这种几十年才有回报的这种电力的大项目，所以他们的这个电网升级永远都是滞后的。
它的这个备用容量永远都是紧张的。那遇到这种极端情况，或者说遇到这种 AI 这种新的需求，它根本就顶不住，所以它就只能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这个电力短板越来越明显。我们要聊的第3个部分就是这个差距的根源和美国破局的难题到底在哪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美电力的差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它是把电力当成了一个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一个基石，所以它是全国一盘棋，统一的去规划，然后统一的去投资，提前就把你的这个电网和你的这个电源点都铺到了每一个角落，甚至它是跨区域的这个调配都已经做到了极致。所以它的这个无论是遇到极端天气还是遇到这种 AI 这种爆发式的用电，它都可以顶得住。美国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呢，它就是完全是一个私有化的碎片化的这种市场，然后它的这个电网的投资都是要看短期回报的，它的这个政策协调都是要各个州之间去扯皮的，所以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老化严重，它的这个备用容量常年紧张，它的这个新能源的消纳也跟不上它的这个用电的需求，所以它是多方面的深层的问题一起爆发出来，导致它现在这个电力就是捉襟见肘。你觉得美国现在想要去升级它的电网，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首先，美国的电网它本身就非常的老旧，然后它的这个升级的流程又非常的漫长，常常可能一个项目就要拖个7、8年甚至10几年，你知道吧？再加上它这个各个地区之间协调也非常的难，审批的环节也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个就非常的慢。那投资呢，是不是也是个大问题？对啊，就是投资也是个大问题啊，就是资本都是想要快钱的嘛，那你这个电力它的回报周期又很长，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接入的成本又很高，所以很多的这个煤电厂和核电厂又提前退役了，所以它这个就导致它的这个电力的缺口就越来越大，它的这个电价也越来越高，所以它就导致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升级计划就是一拖再拖，而且它的这个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所以它的这个断电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所以你觉得美国现在就是在这个 AI 和电力这个新的竞赛当中，它到底卡在哪儿了？美国就是它现在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是暴增的，但是它的这个电网根本就撑不住，所以它现在就是连这个科技巨头都要自己去搞备用电源，然后有些地方的数据中心还被强制的限电，所以他们这个高盛都已经发报告说，如果他们这个电网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美国的这个 AI 发展可能要倒退10年。就听起来好像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说这个产业自己能解决的事儿了。对，没错，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治理和战略规划的一个较量了。就是中国是可以全国一盘棋的去把这个电送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但是美国它是一个各个环节都分散的，然后它的这个政策和它的这个资本都是短视的，所以它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说你靠市场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它这个电力的短板只会越来越拖美国的后腿。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中美在 AI 和电力上面的差距啊，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和规划的竞争。对，然后这个电力的这个底牌其实也决定了谁能够在未来的这个 AI 竞赛当中跑得更远。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